嘉诚，我知道你自尊心很强，这也是我最为欣赏你的地方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真的想多了。你现在那么出色，是因为你真的很有才华。但就算再有才华，那也需要好的机会，需要好的伯乐去发现。好上加好的事情，别人求都求不来呢，你怎么还矫情起来了？嘉诚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，亲爱的。上次你落了东西在咖啡馆，我本来是想快递给你，但担心这是贵重物品，所以就想还是亲自送过来比较安全。不好意思，这些东西应该我自己去取的，麻烦你专门跑一趟。刚刚看到宋师姐上去找你，所以就没好意思去打扰你们。你在这里一直等到现在。其实，这些东西你完全就可以放到楼梯口的，不必。对了，你妈妈最近怎么样？已经住院了，她过几天就要进行手术了。那次跟你聊完之后，我就决定跟她坦白一切。所幸的是，她的反应并没有太激烈。那就好。如果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，你随时打给我。其实最近我正在找工作，所以师姐，师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上次我跟师哥遇到，他落下了东西，所以我给他送过来。你们俩怎么会遇到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上次的那个。易嘉诚，你上次迟到就是为了见他呀？哎，不对，你们俩怎么会单独见面？你们俩什么时候有彼此联系方式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，这什么情况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这不是上次赶得急，所以。师姐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这真的不能怪嘉诚。嘉诚，你凭什么叫这么亲热啊？你不会接近我、认识我，就是为了他吧？啊，你喜欢他是不是？小晶，不要这样。我怎么了？你还维护他？叶嘉诚，你是不是也喜欢他呀？要不然你怎么会为了他爽我的约呢？我说你有没有搞错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怎么了？不是的，师姐，真的不能怪他。我看你完全就是找借口接近他。不对呀，师姐，如果你喜欢他，你可以直接追他，你为什么要拐着弯的通过我接近他呢？我看你就是跟我示威，跟我较劲是吧？小晶，行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我都已经跟师姐说清楚了，你别再无理取闹、咄咄逼人了。我无理取闹，我咄咄逼人？叶嘉诚，这件事情明明是你错了，我还委曲求全跑过来跟你道歉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亏我不放心回来看看，结果你在干什么呀？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什么都没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，我先上去了。秦东，你怎么这么处理这件事情？爸，原本这件事情是想能压下去尽量压下去，给出问题的房子的业主进行单独的赔偿，但是没想到最后，他们还是把这个事情给捅出去了。这么大的问题，你压得住吗？你这么投机的处理问题，
你知不知道会让问题更严重？我这不是想帮公司省点钱吗？房子呢？房子的处理方案，我已经跟建筑工程师商量过了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和升级改造。我保证，房子的质量不会再有问题了。一佩，你的想法呢？说说你的看法。爸，易佩是做服装生意的，地产他哪儿懂啊？如果要问我的想法的话，全部推倒重建。很显然，现在业主已经对我们的房子起了疑心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无论我们如何修缮，也无法打消业主内心的疑虑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全部推倒，全部过程公开透明化，才有可能重新建立业主对我们的信任。说得轻巧了，推倒重建。推倒重建不花钱呐，这钱谁出啊？你出啊？我做过了考察，目前只有一栋楼修到了4层，其他的只修到了1层。所以说，现在推倒重建，对我们的损失不是很大。虽然我们损失了工程款，但是我们至少保住了房款。如果说有业主要求退款，我的建议是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心，一定要果断退还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就算业主拿到了全部的房款，以现在的房价，他怎么可能买到和格兰城同等条件的房子呢？所以我认为，至少有80%以上的业主他不会这么做。而最关键的是，我们保住了易茂地产的名声，还有让大家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决心和气魄。这不仅仅给易茂地产，包括整个易茂集团，都带来了巨大的无形的资产。还有啊，对于这个延期的问题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，那就是给所有业主建立一个终身免费的娱乐健身会所作为赔偿。等1年也是等，等1年半也是等。虽然晚点拿到了房子，但是跟终身免费这个服务比较，业主不傻，他应该算得明白这个账。说的可真漂亮啊！成全了所有人，单单给我挖个坑是吗？很多事情啊，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，而忽略了长远的目标。格兰城这个项目，它就是个例子。什么意思啊？易佩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你的意思是我易清东只能看见眼前利益，没你会顾全大局是吗？别说了，我呢，赞成易佩的方案，格兰城呢就交给易佩来处理。秦东，你暂时不要管了。爸，格兰城的项目怎么能交给他呢？易佩不可能比我更了解情况。散会。爸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？你怎么能把格兰城交到？哟，易佩也在啊。你的速度比我快。我正在和外公商量，毕竟我年纪轻，经验少，格兰城的事情还是交给舅舅去处理比较稳妥，我就不跟着瞎掺和了。小佩，格兰城的处理方案呢，就按照你的意思来做，有什么困难找我，我支持你。爸，行了，小佩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秦东讲点事情。好的，外公，那我就按照您的意思去做了。
爸，您这不是当面打我的脸吗？谁是您亲儿子？我才是您的亲儿子。他是姓易，但他是您的孙子，是外孙，我才是您亲生的。您怎么帮外不帮内呀？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我没去几次澳门。你在澳门赌场到底欠了多少钱呢？爸，是不是又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呀？我在问你话。爸，您知道，都是一帮做生意的朋友，陪他们去澳门坐一坐、玩一玩，我就跟他们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钱，你拿什么去还债呀？我把格兰城交给你，没多久就出事了。我知道，你把精力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格兰城的事情，我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了，你全权的转交给一佩。你在家里面闭门思过，如果再去赌的话，被我知道了，就不要来见我。澳门那边如果缺钱的话，尽管和我开口。笑里藏刀这一招，你倒是学得比我快。您记性可能不太好。格兰城这块地是谁拿下来的？表面大度，其实心里还记着仇呢，是吧？有你的。这还没毕业你就要搬走，我这心里怪舍不得你的。我妈明天得入院，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事情，我担心在毕业之前我没有时间搬家，所以就只能提前走了。我感觉吧，这刚入校没多久，这一转眼就快毕业了。这大学生活呀，一眨眼就要结束了。哎，你说，我们的好日子是不是要到头了？我呀，没有时间去缅怀过去，后面还有一大堆事情在等着我呢。哎，对了，阿姨什么时候手术啊？她还得再做一次全身的体检，等医生安排好时间就得做了。倩，对不起，现在才知道你是真心帮我，可惜我明白的太晚。现在我只能先离开一段时间，走之前想见你一面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对不起，如果早点听你的话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。你这是要跑吗？你可不能干这种傻事。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，没有人愿意帮我，他们跟易钦东都是一伙的，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所以，我只能去外地，先避避风头。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找你的，我不能去坐牢，一旦坐牢，我这辈子全毁了。你现在走了才是这辈子全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相当于是在畏罪潜逃，你逃得了一时，但逃不了一世。你总有一天是要面对自己良心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：去自首，向检察机关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，上交所有的回扣。易佩易总他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，尽可能帮你争取到从轻处理。自首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
阿姨，俏俏啊，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？不用，我自己拿就行。小姐怎么让你一个人拿呢？她人呢？她呀，哎呦，她去见常进了。哎呀，说到嘴了，阿姨，你千万别跟石简说是我告诉你的啊。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坐。俏俏啊，他是不是跟常进分手了？您知道了？常进啊，好长时间没到我家来了，我想他们可能是分手了。你看，果然是分手了。小姐没让我告诉您，怕您担心。不过没想到您已经猜到了，那就不算我八卦了哈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哎呀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他俩可能就是没感觉了，然后就分手了呗。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？怎么可能呢，阿姨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可能是因为您的原因呢？哎呀，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呀，谈得来就谈，谈不来就分手，都是家常便饭。阿姨，您别想多了哈，说不定小简离开了他，还能找到更好、更优秀的男朋友。可是你说小简情绪没什么波动啊，你说要是真的分手了，她难道一点都不难过？他俩肯定是和平分手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分分合合，都是小 case， 没事的。你说他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原因？哎呀，绝对不是的，阿姨，我10000个保证。这说不定石简进了大公司啊，这青年才俊比比皆是。以咱们小简的条件，到时候还不得挑花眼呢，对不对？听你的意思，他是要去找工作？对啊，你不知道他不考研了吗？他已经复习1年多了，他怎么不考研？怎么放弃了呢？他现在各种投简历找工作呢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感觉你好像变了很多，变得成熟了，变得有主见了，感觉自己快不认识你了。是吗？你发现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今天我下了车，可能我们就结束了。是我活该。希望有一天我出来，我们还能成为好朋友。虽然现在你需要付出短暂的自由，但生活总是会重新开始的。我们虽然做不了情侣，但还是朋友。再见。原以为自己早忘记了这段感情，可望着他的背影，我仍百感交集。再见了，我的初恋。这下你可以放心了，荷兰城又重新回到你的手里了。我对你的承诺，现在还可以兑现。我把格兰城的账目给你，没有任何所图。我说过，我什么都不要的。不急。
是不是跟常静分手了？您知道了？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？怎么可能呢，阿姨？您想哪儿去了？你说他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原因。我不会治疗的，你爸爸就是癌症，这个病又痛苦又花钱。一定会把你治好。至于钱的方面，你不用操心。您不知道他不考研了吗？他现在在各种投简历找工作呢。妈，要不然我出去找工作好不好？世界这么大，我要是出去闯一闯，没准就闯出一片新天地来了呢。我回来了，妈，东西有没有收拾好啊？俏俏有没有把东西送过来呀？在屋里呀。妈，这么早睡着啦？哎呀，被子都不盖，妈。哎呀！妈，喂，易总，你走了吗？你能不能现在马上过来？我妈她服药自杀了。你等我，回尸检下车的地方，快！喝杯水，镇定一下。你妈妈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她上个礼拜查出来有乳腺癌，而她还一直在我面前强撑着，很坚强的样子。是我错了。医生，谁是方柔的家属？我是。幸亏你们送来的比较及时，药下去的时间也不是太长，现在病人已经脱离危险，清醒过来了。我们刚给他洗了胃，现在正在输液，以加快药物的排泄。目前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但是还是要继续留在医院观察观察。我可以进去看他吗？现在病人非常需要平静，不能再有大的情绪起伏。你就一个人进去吧。好。妈，小姐，妈今天犯大忌了，你生气了吗？今天不算。今天我也犯规，回家晚了，咱俩算是扯平了。那妈还能吃巧克力吗？今天给你特权吃1盒，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买。你这个小警察当的呀，真是太宽松了，而且还任性。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？这都是遗传。
不许再这样了。这是最后一次。妈答应你。可是你以后啊，不管是恋爱、分手，还是工作，这些大事，你都得跟妈说。我们俩不是说好了要坦诚相见的吗？嗯，好，我答应你。今天妈一睁眼，能看见你，妈真的是很高兴。给你擦擦眼泪吧。谢谢。陪陪你妈妈吧。易总，之前你问我有什么要求？怎么？是有什么想法？请你给我一份工作。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了，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。我需要挣钱。我会考虑。进来。宋院长，嘉诚啊，坐吧。哎，考虑的怎么样？院里边已经讨论过了，如果拿灵鸟这个设计方案去竞标市政府那个工程，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对方的负责人对灵鸟的设计也很感兴趣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这个项目就由你带队负责。宋院长，谢谢院领导们对于灵鸟的认可。可是我认为灵鸟不适合这个项目的建造意图。如果要参加竞标的话，那难免要修改很多的地方，我担心会失去灵鸟本身的特质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既然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院里边也尊重设计者的想法。只是灵鸟就这么放在这儿，可惜呀。对了，宋院长，这个比赛咱们去年没有及时把灵鸟送进去，那今年又开始了。您看今年，这个我对你有信心。大赛明年7月份才举办呢，你还有充分的时间准备。你好好努力，肯定没问题。好，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想跟您沟通一下。最近院里边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，你不要着急，回头咱们再具体聊。好。这次比赛啊，你就带着小晶一起做吧，让他好好跟你学习学习，积累点经验啊。没问题。那院里的工作也不要因此疏忽了啊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兼顾好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格兰城今日开始动工拆除已经建成的楼体，易茂地产向业主承诺重新建造，所有相关的建筑材料全部对业主透明，但交房时间延迟推后，给购房业主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。好的，张律师，我知道了。易总，帮常进找的律师已经开始工作了，案件也开始准备了。希望能帮到他吧。我听说易钦东飞到英国散心去了，我们还要在这儿帮他擦屁股。要我说啊，就该把他流放到非洲去喂长颈鹿。长颈鹿吃素。先不管他了。格兰城起死回生，这才是关键。我听销售部门说了，收有一半的房主不要求退房了，不过他们要求补偿。不允许
任何形式下的单独私自不成，一切都要按照公司的标准办。明白。哎呀，俏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都赖我嘴瓢，说话不过脑子，让您伤心难过，差点铸成大错。对不起，阿姨，对不起啊，小姐。行了，怎么了？在这儿待多久了？其实我也没多久，你们就回来了。进去吧，进去。来，进去，赶快啊！来，进去吧。来，你陪我妈聊一会儿啊。好。阿姨，哎，您可千万别再吓我了，我胆小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有一点事情心里就藏不住。谈恋爱了吧？你看你那小脸啊，红红的，像个小桃子。阿姨，您比师姐还神呢。说，说了，阿姨给你八卦。阿姨，人家不好意思说了，就是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先在网上聊了好几个月呢。他在苏州工作，对我特别上心。你看你多有福啊！哎呀，不像我们小姐，她过去那个长进那个小伙子啊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好像挺有事业心的。可是听小姐说呀，她最近的情况，这年纪这么轻，心术不正，她把自己的前途都毁了。是呀，阿姨，幸亏咱们小姐跟他分手了，以咱们小姐的条件，肯定会找到更好的。来看电视。格安城之前建成的那栋楼已经消失在工地上了，剩下的3栋楼也将陆续开始推倒。易茂这次大刀阔斧的决心和态度，缓解了业主们的情绪，在业主们的监督下，相信楼盘可以顺利完工。这么看，易茂对这次事件处理的还是蛮好的。易茂可是大公司。哦，阿姨，我去把简历投了，把小简的也投了。哎呀，但是呢，小简对易茂不感兴趣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件事吗？肯定不是。我倒是希望你们两个进一个公司，这样呢，互相有个帮衬，我心里呢也好安心一点。谢谢阿姨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易总，那些依然要求退房的业主，我已经安排他们办手续了。不过有意思的是啊，他们不少人都开始反悔了。估计是转了一圈也找不到像咱们这样性价比的房子了吧？真被您猜中了。我算了一下，最后要求退房的不到10%。你跟财务和法务说一声，让他们办的尽量慢一点。等我把格兰城的配套设施的事情确定了之后，消息一放出去，我会让它降到1%。对了，你再帮我安排一下，让石简到我手底下来工作。石简，易总，这个石简不过是一个大4还没有毕业的学生，是，他是挺聪明的，可是，我觉得格兰城的事情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。这个不用你操心。你去发一个总经办的职位需求给人事部，再帮我安排一次面试，单独和我。我知道了。这平时习惯了小晶叽叽喳喳的，这会儿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？刚才出门的时候是谁跟我说，易佩对嘉诚的设计很感兴趣，还让我帮着夸奖呢？爸，您知道吗？和李叔叔的饭局，嘉诚没有出现，人家是跟小姑娘去约会了。哟，我女儿都有竞争对手了。我没有约会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都追到你们家楼下了，对吧？那是因为他要给我送我落下的东西。他还去公司找过你吧？说什么给咱俩送电影票，我看他全是借口。我真是太单纯了，想着有一个仰慕我的小师妹挺好的，合着人家是来抢我男朋友的呀？
嘉诚他这么优秀，有人喜欢，有人追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如果他要是不好，没人喜欢，我也不能同意你们在一起呀。爸，您总是帮着他欺负我。那我还帮着你欺负他呀？你舍得？好了，等过了年，明年也该给你们挑挑日子了。孙院长，好久不见。易总啊，你可是好久没有约我喽。哎呀，我疏忽了，别叫我易总了，叫我易佩，这样听着比较舒服。行了，都是老熟人了，就不必客套了。这不，我把女儿爱徒也带来了。易总，你好，是我的荣幸，坐吧，坐。小静说，你们在展览上见过。聊了几句。您的这位爱徒，叶嘉诚，我记得他的作品我很欣赏。谢谢易总。难得啊！嘉诚有的时候比较理想化、学院派，难得你喜欢。您开玩笑了，这设计展上如果都是平庸之辈的画，那也不用摆那儿了，对吧？易总，您这么欣赏嘉诚，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呀。你看看我这个宝贝女儿，她真是急脾气啊！这话还没说完呢，菜都没动呢，就着急说结束语了。没有，她只是说出我想说的话而已，对吧？易总慧眼识英才，不合作那不是一种浪费吗？我也觉着。吃饭吧，来喝一杯。我听说，格兰城出事之后，你接手了。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。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我发现的，也是我力排众议把这块地皮给拿下来的。开始的时候不被看好，可是现在它的潜力已经慢慢的显示出来了。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状况，但是不影响它未来的发展。它的区位影响和周边的发展指日可待。我只是最近老是在琢磨，怎么利用它的劣势，把这个格兰城的项目给它完成好，甚至把它做成一个精品，把它变成易茂地产的品牌标志，将来在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地区复制推广。当樱花落地，让我亲吻你，我们的爱情不会停。没有月光的天空，握紧我双手，带给你全部的温柔，用星辰的闪烁。